东野圭吾在《白夜行》的书评中写道，世上有2样东西不可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成年人的世界复杂到不敢想，也想不到。年龄越来越大，人际交往却越来越难懂。小时候你给我一颗糖，咱俩就是最好的哥们儿。长大了他背地使坏，我还不得不笑脸相迎。成年人的社交并不是单纯的靠将心比心，而是2个甚至多个复杂的人心，在各种得失利弊的驱使下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。这5条社交潜规则，每一条都现实的刺痛你我，但它洞穿了人际关系的真相。1. 没几个人真心希望你过得好。之前马来西亚一名网红莫哈默连续几天在直播中故意炫富，不仅露出手上的大金表，还夸张的在桌上放大量的钞票和金链子。结果在最后一次直播的晚上，3名观看了直播的歹徒冲入了他的办公室，把桌上的钞票和金链子洗劫一空，还射伤了他的左腿。受伤的莫哈默依然敬业，在住院期间依然坚持直播，遭到了粉丝的反感，甚至有网友表示中枪了还直播，下次进坟墓最好也不要忘记直播。很多人喜欢炫富，朋友圈里晒各种优越感，当事人可能会觉得我有钱就是这么生活的，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。但晒着无心，看着有意，人都是有攀比心理的，而这种心理积攒到一定程度后，只会引发过激反应，这在心理学上叫情绪勒索。情绪勒索一书中指出，人们会被自己的嫉妒、愤怒、悲伤等情绪绑架，促使人们做出不理智的负面反应，比如嘲讽、施压甚至攻击，以此来夺回控制权，平衡自己的内心。而且这种心理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更加明显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嫉妒比自己过得好的朋友，而对有钱的陌生人毫无感觉。有句话说得好，除了你的父母亲人和极少数朋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因为你过得好而开心。对于更多的人来打听你的事儿，只是为了确定你过得比他们差，字字扎心，但事实如此。所以有钱自己乐，低调做人，就是一个人莫大的智慧。2. 朋友多少在于你的利用价值。在人际交往中有一个跷跷板定律，玩过跷跷板的都知道，谁都希望对方把自己抬起来，但重的一方不会只给予不索取，所以轻的一方只有不断的增加重量，双方互相抬举，才有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升到上面。社会心理学家霍曼斯提出，人际交往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交换的过程，相互给予彼此所需要的。当你作用资源对别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趋之若鹜，百般献好，希望从你身上获利。但当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你才能看到那些人的真正嘴脸。施瓦辛格曾在网上发布过一张照片，他躺在自己的铜像下睡觉，并悲伤地写道，时代如此变化。当年他当州长时，出席了这家以他雕像为名的酒店开业典礼，总经理向他承诺，无论任何时候都会为他免费预留一间房间。但是当他从州长位子退下后，再去入住时，却被告知要付钱，因为酒店房间供不应求。其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，一个被免职的领导，称呼可以立马从张总变成老张。人们想要认识的不是张总本人，而是他所处的位置、拥有的权利、掌握的资源，没有这些，他就只是老张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不优秀，认识谁都没用。想要在人际交往中占有主动权，就要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让别人来认识你。3. 任何关系都要保持距离感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再好的感情也会死于理所当然。太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太喜欢拿交情说事儿，对任何关系来说都是一场灾难。人与人之间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做。不要以为关系好就丢了起码的分寸感。心理学上有个刺猬定律，2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拥抱在一起，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，刺的对方怎么也睡不舒服，于是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又冷得受不了，于是又凑到了一起。几经折腾，2只刺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，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体温，又不至于被扎。所以不管什么关系，都要找到这个合适的距离。一段爱情最合适的距离莫过于相互尊重，彼此成就。刘嘉玲喜欢热闹，经常会有很多朋友来家里玩。梁朝伟喜欢安静，一般是一个人在家看书或者跑去喂鸽子。但他不仅不反对刘嘉玲的爱好，还称赞他的生活方式很有趣，而刘嘉玲也尊重梁朝伟的爱好。就像他说的那句话，婚姻里最完美的控制就是不控制。我不去干涉你的生活，你也尊重我的爱好。生活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微妙的距离，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一个舒适区。很多人打着我是为你好的名义，打探你的隐私，干涉你的决定，触碰你的底线，其实是典型的心理绑架。朋友之间不越界，恋人之间不捆绑，亲人之间肯放手，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，给别人留一些隐私的空间，这也许就是人和人之间最美的距离。4. 老好人没好报，只有好欺负。好人有好报，但老好人没有。区别在于善良的度，没有棱角的善良，不仅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，反而输送了你的惬意。对方很可能得寸进尺的要求和索取。作家三毛的稻草人手记写道，
他在临出国游学前，父母一再叮嘱他，出门在外凡事忍让，吃亏就是便宜。万一跟人有了争执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绝对不要跟人怄气，要有宽大的心胸。刚到西班牙入住女生宿舍的时候，三毛热情善良，经常把属于舍友的事情都做了。渐渐的，室友开始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铺床、打扫卫生、打水成了他一个人的事儿。过度的谦和善良让三毛成了别人眼里好欺负的傻瓜。直到有一天，室友们在他的床上喝酒打闹，院长莫名的责骂他，他终于决定反抗。奇怪的是，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后，那些习惯享受三毛的忍让和付出的人，对待他的态度反而变好了，用了他的东西会及时归还，会给他打水，吃饭的时候也会帮他买一份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，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，你这么好一定不会拒绝我吧。碍于面子或者担心关系破裂，只好一次次降低底线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我好并不是我必须帮你的理由，帮你的理由应该是我觉得你好才对。董卿说，你若好到毫无保留，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，所以要让对方有分寸感，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5. 夸奖不要当真，自嘲不要附和。清代有一个才子叫袁枚，2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知县。他离乡上任前去向老师道别辞行，老师对他说，官不好当啊，你有什么准备吗？袁枚回答，只准备了100顶高帽子而已，其他没准备，打算见人就微笑送一顶。老师听了很不高兴，厉声道，枉负我多年对你的谆谆教导，为官要刚正，你怎么也搞这么俗气的一套？袁枚马上回答道，老师您说的对，可您想一想，在当今的社会上，像您这样为人正直、明白事理且不喜欢戴高帽子的人又有几个呢？听袁枚这么一说，老师马上微笑点头表示赞同。袁枚转身告别，内心感慨，高帽子还没出门就送出去了1顶，看样子100顶还不够。人们都喜欢被恭维，所以想要在人际交往中左右逢源，就要学会恭维这个技巧。但如果把别人恭维的话当真，就显得不按其道了。同样，别人自嘲的话也不要附和，表面上是别人嘲笑自己的缺点，其实是掩饰自己的焦虑和不安，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些许安慰。比如你的一个女性朋友说自己最近又胖了，你如果说对啊，早就看出来了，免不了一顿毒打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没有啊，完美的人总要求自己更完美，让我们普通人怎么活啊？人际交往难在人心的复杂，我们没办法去揣摩每个人内心的规律，但如果读懂了成年人的社交潜规则，就可以帮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变被动为主动。上述5条是星河整理的，句句扎心，难以接受，但身处社会这个大染缸，谁又可以独善其身呢？所以即便不屑使用，但是不能不懂。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社交潜规则呢？留言告诉我吧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